我有点不敢相信，漫步者 G2 无线版在这么轻的重量下还能装下一颗2000毫安时的电池。我决定取出它的电池，验证一下有没有虚标，顺便再测一下音频延迟、最大响度还有音质，看看这些性能能给它多少加分项。G2 有3颗物理按钮，在左声道的耳罩上面，上面这个是多功能按钮，下面这个是话筒的静音按钮，中间这个是一个物理的音量旋钮。它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快速的增加和减少音量，不用一下一下的去按增加和减小。左声道前面有一个锁止机构的话筒接口，插上去拧一下就可以锁定。耳罩非常柔软，即使戴眼镜也不会有压迫的感觉。耳罩的外面差不多有25毫米的厚度，里面的深度差不多是22毫米，耳罩外面的高度差不多有100毫米，外面的宽度差不多有85毫米，里面的高度差不多是55毫米，里面的宽度差不多是43毫米。头梁软垫的厚度差不多是12毫米，头梁可以拉出38毫米。官方宣传说 G2 里面内置了一颗2000毫安时的电池，但是包含话筒在内，它的重量只有252克，看得出设计团队在重量优化上面还是做了不少功课。左声道的重量是122.6克，右声道偏重一点，重量是153.1克，猜测电池应该是在右声道。说明书上讲，它的电量显示是通过这个指示灯来显示，但是由于它的续航很长，你可能会经常忘记查看它的电量，而且通过这个指示灯来查看也不是很直观。不过你还是可以连上电脑去查看它的精确电量。G2 无线版提供了一根 A 口的充电线，刚才查询的电量是在接近100%，所以它的充电功率现在很小，只有 1.4 瓦。从这个名牌可以看到，它的最大充电功率也只有5伏1安，也就是5瓦。不过你也可以用双 C 口的线直接给它充电，同样的也是激活5伏1安的充电功率。所以在充电方面你不用太焦虑，你即使使用 A 口和 C 口都可以直接给它充电。戴上耳机以后，我这里的环境噪音可以降到30分贝以下。开机蓝牙模式已连接。现在是蓝牙模式125赫兹低频，耳朵可以听到 98.6 dBA 的音量。中频1000赫兹，耳朵可以听到 107.1 dBA。高频8000赫兹，耳朵可以听到 106.9 dBA。 2.4G 模式已连接。现在是 2.4G 模式125赫兹的低频，耳朵可以听到 97.9 dBA 的音量。1000赫兹的中频，耳朵可以听到 105.2 dBA 的音量。8000赫兹高频可以听到 105.1 dBA 的音量。声卡输入。最后声卡输入还是保持耳机音量最大，手机音量最大。
声卡输入125赫兹低频，耳朵可以听到 98.2 dBA 的音量。1000赫兹的中频，耳朵可以听到 105.1 dBA 的音量。8000赫兹的高频，耳朵可以听到 104.3 dBA 的音量。刚才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 G2 的高中低频响应比较均匀，3种输入的最大音量只有一点点区别，人耳几乎感觉不到，而且低音也不弱，你可以很轻松地辨别枪声、炮声还有脚步声。刚才我试了一下 G2 这个话筒的录音效果，感觉还不错。我现在用3种不同的输入方式用这个话筒进行录音，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它的录音效果。蓝牙模式已连接。现在是蓝牙模式录音测试，1、2、3、4、5、6、7、8、9、10。现在是蓝牙模式录音测试，1、2、3、4、5、6、7、8、9、10。2.4G 模式已连接。现在是 2.4G 模式录音测试，1、2、3、4、5、6、7、8、9、10。现在是 2.4G 模式录音测试，1、2、3、4、5、6、7、8、9、10。声卡输入。现在是声卡输入录音测试，1、2、3、4、5、6、7、8、9、10。现在是声卡输入录音测试，1、2、3、4、5、6、7、8、9、10。在录这段之前，我已经自己听过3种输入的音质对比，自我感觉这3种输入的音质差别不是很大。我现在分别在3种输入的模式下播放同一首音乐，大家感受一下它有什么区别。声卡输入。现在是声卡输入。2.4G 模式已连接。现在是 2.4G 模式。蓝牙模式已连接。现在是蓝牙模式。
作为游戏耳机，音频延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一会儿会播放这个音频延迟的测试视频。黑线过12点的时候会有滴滴滴答的声音，你可以自己去感受3种输入的音频延迟。声卡输入，现在是声卡输入。蓝牙模式已连接，现在是蓝牙模式。2.4G 模式已连接，现在是 2.4G 模式。3种输入方式里面，蓝牙输入一定是有损压缩的。2.4G 连接方式是一个专用的无线通道，我猜测它对音质的损伤比蓝牙要小。声卡输入的这个连接方式走的是不压缩的比特流，理论上会比其他2种连接方式的音质要好。完整的试听，我们选择 2.4G 连接方式。
G2的这个收发器设计得很巧妙，只有一个 U 盘的大小，实际上只有这一小部分是真正的收发器，这个部分只是一个 A 口转 C 口的转换器。从内部细节可以看到它的模具造价不便宜，这个壁厚有 1.58 毫米，这只是一个缓冲胶垫，里面没有功能性的电路，就是一个单纯的接口转换。这里有2个触点，它的天线是在外壳上面的一个薄膜天线，这个就是 2.4G 无线连接的天线。收发器的 PCB 做工还是挺精致的，侧面用了金属边工艺。中间这颗大芯片型号是 JL7016M8， 是收发器的主控芯片，没有查到准确资料，大概知道是节理的无线音频 SOC。话筒的防风海绵还是挺厚的，两边的厚度都有6毫米。这话筒我弄了半天，愣是没拆开，实在找不到它的突破口。从这个接缝看，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特别牢固。里面是金属的蛇皮管，所以它可以很轻松的固定位置。耳罩的软垫是可以更换的。固定圈的背后有一个左右的标识，厚度有 1.5 毫米。耳罩很柔软，做工也还挺细致。里面的海绵密度挺高，而且很干净。头梁是强力粘胶的，很难撕下来。里面的海绵也是很密很白。头梁上面这根线有5组线芯，我们先打开右声道。电池上面有很多信息，这里是型号，容量是2000毫安时，额定能量值是 7.4 瓦时。G2的塑料外壳里面相当光滑，可以看得出它的模具做工是不错的。扬声器单元应该是打胶固定的，很难拆。这给个好评，它的线也是打了胶的，不容易松脱。这就是它的扬声器单元，哎呦，里面也打了胶。它的扬声器直径是49毫米，去中梁的这根线也是打胶固定的。这组排线是这边的彩灯，这组排线就是电池的供电。
耳机的外壳做工也是很细致的。这是一块导光板 ，LED 在这里，只有一个，所以它的耗电很小。这块电池的厚度有 7.3 毫米，宽度有39毫米，长度50毫米。头梁的滑动部分厚度有 3.9 毫米。头梁的用料也是相当的不吝啬，厚度有 3.2 毫米。左边的耳机也和右边一样，打胶固定的。其实头梁上面通过的线有8根，其中还包含了几根屏蔽线。它上面的2个按钮做的还是挺精致的。这个音量旋钮是一个机械的电位器，这根同轴电缆连到的是这里一个薄膜天线。耳机上的主控是这块大的芯片，用的是杰里的 7018F6， 也是没有查到具体资料，但可以判断是蓝牙音频的 SoC， 跟发射端的芯片是同一个系列。整个 PCB 用的加工工艺还是挺高的。这就是蓝牙和 2.4G 无线连接的天线。哦吼，扯断了。这边同样的是导光板加一个 LED 的氛围光。刚才忽略了这个网罩，好像还是铁的。是的，一个金属的网罩。最后就是要测一下这块电池到底有没有2000毫安时。为了减小测试误差，我引出了2根粗线，然后对它进行充电和放电。现在电池的电压还有 4.04 伏。设置一个 4.2 伏500毫安的输出给电池充电。现在充电电流是400多毫安 1.9 瓦的功率。对于2000毫安时的电池，充电结束电流 0.1C 是200毫安。现在充电电流已经低于200毫安，电池电压接近 4.2 伏，已经是充满的状态。设定电池模式放电，放电电流1安，终止电压3伏，开始放电。时间会有点长，我们一会儿回来看。经过7860秒，放出了2034毫安时的电量，证实了 G2 的这颗电池确实有2000毫安时的容量。经过这一番折腾， G2 无线版给我的感受是重量轻、长续航、音质和做工都还不错，还有延迟低、音量足够大，低音也比较饱满，佩戴也挺舒适。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